前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啊，有不少人在我的评论下面跟我讲啊，他说王局啊，你平时的节目我都比较支持，但今天这个观点说实在的我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当下啊，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说数据真实性的问题，共产党数据造假也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对吧？它一贯就是造假，所以造假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而在此时此刻呢，如果你真的是公开所有的真实数据啊，那你想一想会是什么结果呀？那肯定是全社会大面积恐慌嘛，然后搞不好这政策会走回头路啊。所以他们认为，其实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只要是能够废除动态清零，只要是正常生活，能够维持下去啊，然后复工复产，即便是共产党造点假，这个公布点虚假数字，哪怕这个数字是可笑的，他们也能接受啊。我看完这个评论之后呢，我就想了啊，是不是这样的？我想了1天多的时间，我今天专门做一期节目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首先是从技术层面来讲啊，你说现在这个大家都不测核酸了，然后呢，很多地方也不统计了，那还能不能统计出真实的感染数据呢？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日本，日本核酸的检测就是自愿的，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强制性的核酸检测。但是你去看一下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啊，它每天分为好几类。首先是你每天你去做核酸的数据是多少，然后你感染数据是多少。那感染数据里头，那又分为你来自于自己做核酸检测出来的，以及其他途径被发现的感染的数据。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还有一个自愿申报的那个途径，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状况有问题了，然后呢，你去到厚生劳动省的那个一个数据库里，它有一个 app， 你从这 app 下载之后，根据那个症状啊，确定了你的自己的状况，可能就是你跟医疗机构去联系，最终确诊了之后，你也同样可以上报你的数据。所以我个人觉得啊，现在检测方法发生变化了，并不能构成医疗服务机构不能准确公布感染数据的以及死亡数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吧。刚才咱们说的都是感染数据，那你死亡数据你总不能没有准确数据吧？因为大多数死亡是发生在医院，那么医院里头死的时候，他有没有感染新冠？那这个总是你知道的吧？我们上一期节目质疑的是他新冠的诊看标准太苛刻了，它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新冠肺炎死亡的标准，它说白了也不符合我们国家卫生部门呢过去制定的死亡标准的诊断标准。因为我们国家过去的这个死亡标准的诊断标准里头规定，那你进入医院的时候，你首诊的时候确定的它是什么病，那个最后你死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什么病，你中间不能乱呢。你现在制定出来这么一个不让公开的这么一个标准，然后呢有意压低这个死亡数据，这个是不对的。这是我们上一期节目一个核心的观点。那有人说了，那还有很多居家死亡的呢，对不对？那居家死亡呢，到了这个殡仪馆之后并没有检测，没错，是的。但是居家死亡的你其实也可以统计，为什么？因为居家死亡呢，他此前有没有阳性啊？有没有发烧啊？如果发烧了，这个阳性了，那你也应该统计到因为新冠肺炎的死亡数据里面嘛。这不是不能做，而是是不是愿意做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啊，就是说，你说你现在不公布这个数据，老百姓就不恐慌了吗？我觉得不可能啊，对不对？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抢药？为什么那么多人这不遗余力的去找人托关系进医院？为什么？说白了还不是恐慌吗？那你公布北京好像一天只死2个人，一天只死5个人，他就不恐慌了？不是，老百姓真实的恐慌啊，来自于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周围大面积的人在出现感染，在发烧嘛，这是眼得见的嘛。你公布北京一天只有400多个人确诊，但是他们一个小区里都超过几百人发烧，那你说老百姓能不恐慌吗？这个老百姓他获得信息的渠道并不是只有政府公布的这一条，他还有自己啊，通过亲朋好友，通过各种方式去观察这个疫情到底严不严重的。第二，当老百姓对政府部门的信息不够信任的时候，会加重他的恐慌。你想一想，没有真实数据的情况下，你政府说什么他都不相信。你政府说现在啊，不用恐慌啊，没有问题啊，不要紧啊，
这就是大号流感呢？大家不相信呢，因为你过去说话，大家就一贯认为你可能说假话的情况下，当你说真话的时候，也没人相信。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更重要的是，说白了，为什么我们要求政府部门公布真实数据啊？是因为真实数据有可能披露或者说显示现阶段存在的真实问题。我在过去的节目里说过很多次啊，我们主张废除动态清零政策，我也认为全社会大多数老百姓都不愿意再继续过那种封城的生活了，但并不意味着现在开放的过程中就不存在问题啊。如果要是用一个虚假的数字公布出来，那就掩盖了现阶段存在的所有的问题。你能分辨出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吗？在政府的这个数据基础上，你看不出来呀。但事实上，开放过程中间没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啊。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都存在哪些问题啊。第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美国政府这两天呢，向中国政府提了一个建议，说基于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疫情都基本过去了，但是中国14亿人口的一个大国，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着1年前世界各国正在经历的那个从封闭到开放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大家都知道，对于全世界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所以美国政府讲了，14亿的中国人是应对这个疫情，不仅仅关乎到中国的社会稳定，中国是全世界第2大经济体，它的平稳的疫情的过渡，对全世界的经济的正常发展也有很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愿意把疫苗分享给中国。那么中国怎么回答的呢？目前，疫苗加强针的接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药品和检测试剂总体可以满足需求。相信在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团结应对之下，我们一定能迎来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也愿继续同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同应对疫情挑战，更好地保护人民生命健康，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健康增长，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说句心里话，这毛宁到底是啥意思？我没听懂，是吧？我仔细读了一下，那个意思给人感觉好像是我们自己的疫苗够了，可以了，是吧？然后呢，我其实也愿意跟你们合作。就是模棱两可，当然我们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基本都是这样发言风格啊。那么我在想，就这个问题，真实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科兴疫苗到底有没有用啊？我们国内打的这些灭活疫苗到底有没有用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之所以能够平稳的过去普通人能够过到正常生活，并不是说以那些没有抵抗力的人的死亡为代价。而是有2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疫苗，有效的疫苗；第2个因素是有效的药物。美国说实在的，之所以能够过渡到现在的状况，主要是靠这2种。那么中国也有疫苗，大家都知道，科兴疫苗康希诺的疫苗但它到底有用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在大规模的人在短期之内迅速发烧，然后症状还挺严重的。那么这个到底它跟疫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你知道吗？换言之，科兴疫苗真的能抵抗奥密克戎吗？你们知道吗？如果政府不公布真实的数据，你永远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按照我的理解，其实现在应该公布什么数据？就是现在感染人数、死亡人数，这是最初级的数据。更进一步的数据还应该公布什么呢？就是这些感染的数据里面的人，有多少人是打了3针疫苗的，有多少人打了2针疫苗的，然后有多少人打的是哪一类疫苗的，你应该公布吧？包括死亡的人群中间，你也应该公布这个数据。根据这样的信息，我们就能判断好科兴疫苗到底有没有效。那么现在我们就听到一种说法，就这一轮，尤其是北方这么快的过风，这么多人感染，这么高的死亡率，跟这个疫苗的无效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我说这个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奥密克戎我过去也讲过，它相当于大号流感，跟流感的死亡率差不多它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接种了现在的这个针对奥密克戎的疫苗。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冠疫情从2020年开始爆发到现在，已经经过好几轮的这种变异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疫苗没有针对奥密克戎进行针对性的这种免疫的话，说实在的，你的免疫效果会很差。但是现在我可以讲，中国国内所有的疫苗都没有针对奥密克戎这种特异变异的疫苗。这最近国际杂志上也有研究报告显示啊，如果你是裸奔状态下，就是说你没有任何防护，奥密克戎的死亡率大概相当于德尔塔的0.78倍。啥意思啊？其实它死亡率不低呀，致死率可不低呀。它致死率低是因为你接种了有效疫苗啊。那么你科兴疫苗如果没有针对奥密克戎的这种变异那个免疫效果啊，它也会起到一点防护，但是它的防护效果可能会比较差。那么假如说我们现在分析的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问政府，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进口辉瑞疫苗呢？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是以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核心吗？那么既然如此，那明明有好的疫苗可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你为什么不进口呢？所以我就说，没有真实的数据，你这个问题就被掩盖了。现在那个大家都知道，德国总统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们有一批德国的疫苗进入到中国来，只给在中国的德国人打，中国也批准了。那为什么允许中国境内的德国人打，不允许中国人打呢？那是因为他这个辉瑞疫苗它效果很差，我们故意给德国人用，还是因为它效果好，我们不让中国人用啊？我们想知道这个问题呀。如果它的效果很好，那为什么不让中国人用？如果效果很差，我们为什么要坑德国人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他不公布信息，你永远不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药，大家都知道前几天辉瑞的那个特效药是吧，在国内的网上开卖，瞬间就被卖光了，然后很多人开始开骂，说这药是临期药，根本不管用，而且还卖那么贵，2900块钱一盒。这个药说实在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中国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今年上海封城期间呢，是紧急批准它进口中国的，一共进口了2万剂。但是这2万剂什么人在用，你知道吗？在上海封城期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普通人在使用这个药。所以现在江湖上都在传言呢，说这个药啊都是那些干部才可以搞得到啊，他们能用得到啊，是这样吗？我们不知道啊，为什么只进口2万剂啊？而普通人为什么买不到啊？为什么现在这批药都是临期的呀？是半年前进入了之后，现在当时没用完，现在要临期了，还是你进口的时候辉瑞给你的就是临期药呢？我们不知道。还有这个药的真实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样呢？跟老百姓讲了吗？现在大家都在抢药，在抢什么药？在抢莲花清瘟，在抢退烧药。大家要知道，莲花清瘟是一点没有用的骗子药。布洛芬说句实话，其实对于新冠这种疫情来说这种病情来说，只是缓解症状，并不是治病的。真正治病的是这个辉瑞的药啊。那么我们又想知道了，那么辉瑞这个药如果在中国使用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它缓解了重症率和致死率啊？各位想不想知道？我是非常想知道啊。如果它明确的可以减少病死率，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火葬场门前都在排队，说明有很多人在这一波的死亡冲击波上已经失去了生命。那我想问了，他们在死亡之前有用到辉瑞的药了吗？如果他用到了，那是没办法，辉瑞的药也不是说药到病除，毕竟每个个体有差别。但是他如果没用到，我们就要问他是不是只用了莲花清瘟呢？那我们就想知道，莲花清瘟到底用完之后，这些人的死亡率、致死率是多高啊？这些数据不公布，我们能知道哪些药究竟有效，哪些药没效吗？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你永远蒙在鼓里。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要求这个公布所有的数据？不光是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走向开放的过程中间，他们都公开了数据，而且在中国特定的这个阶段里面，这些问题如果你不通过公布数据，就永远被掩饰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还不止这些呀，对吧？大家都知道前几天那个吴尊友
又搞了一次演讲，那个演讲也很无耻，说什么政府保护了我们的3年，现在开放的时机是最好的。如果我们不公布数据，你就永远听这些专家的一面之词。事实上，他说我们现在开放的这个时机，已经是整个奥密克戎致死率在全球范围内最低的水平的时候了。这句话没错，但是你把那图表调出来，你看一下，其实从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死亡数据就跟现在差不多了。如果你看到了整个数据的全貌，你就知道吴尊友在胡说八道。按照他的理论，我们应该在今年4月份上海封城期间，其实就应该放开了。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放开，现在放开了？我们问吴尊友，那是因为有世界卫生组织足够的数据支持我们质疑他在说谎。但是现在中国呢，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政府公布的虚假数据，你能质疑什么？你能问什么？还有，你过去封闭的3年，你现在开放，应该说有充分的准备时间。那你为这次开放，你做好充分的准备了吗？我个人觉得没有。比如说退烧药布洛芬，布洛芬其实生产起来也不复杂。那你在知道这个开放的过程中，必定要经历一次所谓的感染冲击波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做好布洛芬的提前准备呢？这备药做好了吗？然后现在老百姓现在所有的人买药买不到，按道理来讲，其实老百姓根本不应该抢药，因为他发烧了到医院就能拿到药，就没有人抢药。但是为什么大家去到医院拿不到药？还是因为你备药不够嘛，对吧？如果你备药足够的话，其实大家也没有必要抢药了。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是他们到医院拿不到药，于是就去到药店去买药，等药店买不到药的时候就更恐慌，于是大家竞相去抢药，导致原本非常稀缺的这种药品资源变得就更加不够了。这不是现在政府没有准备好吗？那么如果我们不公布数据，我们知道政府这样的决策有问题吗？还有，你医院做好准备了吗？既然知道这一轮开放过程中间会有大面积的感染，那么很多医院都应该设置充分的发热门诊，设了吗？并没有啊。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说大面的医护人员自己先被感染了，然后呢，先停止工作了，导致整个医疗资源就变得更加的所谓的紧张，入不敷出。还有，你们过去也讲了，重点保护老人嘛，大家都知道奥密克戎。那老人的加强针，你打的结果是多少啊？那么，尤其是80岁以上的老人，这一批老人应该是奥密克戎攻击过程中间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目标群体。这一部群体的真正的疫苗接种率数据，你敢公布吗？那么你不是说你以人民群众的健康为第一原则吗？那么你在这个开放之前，你究竟做了哪些准备？为奥密克戎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来临，你做了一个有针对性的部署呢？没看到啊。那这一切的问题都需要我们根据公布的数据才能发现。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发现死亡的都是老人，而老人这些人都没有接种疫苗，我们就要问你政府干什么去了？我们中国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政府在单方决策，而公众对真实的决策过程中间没有任何发言权和话语权。当他决定可以封城的时候，他就封城；当他可以这个解封的时候，他可以解封。是我们现在反对封城，我们支持解封，但是我们更反对的是这种决策逻辑。因为这种决策逻辑如果不改变呢，说句实话，他明天照样可以草菅人命，随时可以把你封起来，甚至有无数人的死亡，他为了一个新的目标，他可以毫不在意。当他说他需要封城的时候，他说我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负责；当他说不需要封城的时候，你就是死了他也视而不见。他需要你复工复产，你就是阳性了，你也必须带病上岗。大家认为中国的问题真的是封锁吗？不是，是政府这样自我封闭的决策体制。我们要求在这个过程中间要改变这个体制，至少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种体制本身的荒谬性。只有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着这种决策方式的荒谬性，通过谎言，哪怕是他为了一个正确的决策，我们也不答应。到那个时候，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才有可能发生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谎言救不了中国，善意的谎言也救不了中国。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呢，有足够的理智去接受现在开放过程中间面临的社会的冲击，
但重要的是，政府首先要诚实地面对疫情，承认过去的错误，跟普通的老百姓共同面对疫情过程中现在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有改变的可能和希望嘛。